老猫的。老猫是远古存在？楚风问。真龙大人应道。可怎么看不出来？楚风再度看向老猫，莫说以前丝毫感受不到，现在仍然感受不到。老猫的身上根本没有丝毫远古气息，因为你我所见非老猫本体，这不过是老猫幻化出的分身，它的本体便是那宝藏。真龙大人说道。老猫就是宝藏？楚风越加意外。是。真龙大人刚刚应下，老猫却有了变化。老猫忽然却停止了攻势，发出一声闷哼，杀意开始减退，眼中流露不甘，旋即便栽倒在地。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，就连远古战族的众人也是感到意外。但所有人也都看得出来，老猫之所以忽然倒下，说明他吸收宝藏气体，从而发动攻势，也是有着极大的负担。眼下是已经坚持不住了。楚风，我留下了阵法，你可以从里面出来，你寻找机会出来，然后来这个方位找我，我会告诉你真相。真龙大人暗中传音之后，他又取出了一件宝物，那是一把青铜剑。他捏动法诀，阵法融入青铜剑之中，旋即青铜剑穿过铜钱阵法，那把青铜剑四分五裂，化作青铜色的光柱，再度向城墙冲击而来。刹那间，黑色城墙再度颤动起来。可远古战族族长却是冷哼一声：哼，区区二品天龙也敢如此嚣张，真当我远古战族没落了，便能任由你们胡来吗？旋即再度催动令牌，将其血脉之力融入城墙之内。这一刻，其他族人还没出手，只是远古战族族长便使得那颤动的城墙平稳下来。于是远古战族内部传来雷鸣般的欢呼。没了老猫，哪怕二品天龙界灵师对他们其实也毫无危险，自然振奋。有这手段怎么不早用？仙海少羽不解。他不解的是，远古战族族长明明具有如此阵法力量，为何不早点出手？待到那青铜墙体破碎，老猫攻到此地才出手，这解释不通，毕竟这已是最后的屏障。笨哥哥，肯定是有范围限制，之前的位置太远，施展不出来呗。小鱼儿鄙夷地看着仙海少羽。真的假的？仙海少羽则看向楚风，他更相信楚风的判断。除此之外，似乎也解释不通了。楚风暗中回道：好像是啊。嗨，是我脑子笨了。仙海少羽后知后觉，也觉得小鱼儿说的其实非常在理。很快，欢呼之声更加响亮，是真龙大人带着昏迷的老猫撤退了。但楚风知道，刚刚真龙大人的攻势看似容易压制，实际上非常厉害。他根本不是要延续老猫的攻势，而是在瓦解黑色城墙。他是在为楚风留下破绽，那破绽外面没用，可从里面却有用。楚风能够通过那破阵改造阵法，在黑色城墙上开启一道结界缝隙，通过那结界缝隙出去。但这样一来，真龙大人他们也无需攻打城墙，通过楚风改造出的结界缝隙，他们也可以进来。那个时候，这黑色城墙不攻自破。虽说真龙大人帮过自己，可这种时候，楚风也不敢贸然做这件事。毕竟老猫杀意那么重，若是进来了，楚风不知道他是否会大开杀戒。楚风，你觉得他们谁的话更可信？淡淡的声音在楚风耳边响起。我的女王大人觉得呢？楚风没有直接回答。你先说。淡淡道。虽然老猫不靠谱，我与真龙大人交集也很浅，可觉得真龙大人说的更可信一点。淡淡，你觉得呢？楚风问道。本女王也觉得那个真龙老头更可信一点，主要本女王觉得这远古战族族长不像好人。淡淡说道。我的女王大人，何出此言？细细说说。楚风道。那远古战族族长生了那么多子嗣，从刚刚支援的情况来看，所有带头的都是他们的子嗣。本来以为战牡丹和战茉莉身后的真神境对他们言听计从，是因为他们年纪小，族长特殊的安排，乃是个例。但实际上并非个例，而是远古战族族长的子嗣们皆掌握着极重的权力。自己明明已经是族长了，却还将权力全部攥在自己家人手中。他也就算了，好歹也是8品真神，且掌握着先祖留下的阵法力量。但是他的子嗣呢？我看战茉莉和战牡丹算条件好的了，其中庸才和草包不在少数。这种草包和庸才却还给分配如此重要的职位，说明他将权力看得极重。这远古战族族长又能是什么好人？我觉得女王大人所言在理。楚风应道。但是那老猫和真龙大人也不可信，那只老猫特别靠不住。真龙大人虽然给过你传承，可如今和老猫走到一起，谁知道他们是不是一丘之貉？楚风，总之你多留个心眼，别被他们利用了。咱们的最终目的不是战队，而是将这片浑水搅得更浑，趁机拿到宝藏。淡淡提醒道。我知道。楚风应下之后，看向远古战族族长。虽说因老猫支撑不住，老猫和真龙大人暂停攻势后已离开此地，但是远古战族的人们不敢掉以轻心，而是在远古战族族长的带领下修复那黑色城墙。族长大人，晚辈也许可以帮忙。楚风上前说道。若是楚风小友愿意帮忙，那可太好了。见楚风愿意帮忙，远古战族族长也是大喜。不仅是远古战族族长，远古战族的其他族人也是面露喜色。
毕竟楚风刚刚已经有所表现。虽说楚风和仙海少羽以及小鱼儿的血脉之力都很强，但远古战族的所有族人都能够感觉得到，还是楚风对他们的帮助更大。与此同时，在距离黑色城墙极远的地方，真龙大人忽然停下身来，而他怀中原本沉睡的老猫竟随之睁开了眼睛。还真是楚风，本大爷感应的果然没错。老猫起身说道，状态虽然确实有些虚弱，但绝对不至于昏迷。他的昏迷是装的。真龙大人，你觉得楚风会出来吗？老猫看向真龙大人，你与他接触的更多，你更了解他，觉得呢？真龙大人反问。那小子机灵着呢，感觉不会轻易上当。无碍，他不帮忙，我们就按原计划行事。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本大爷绝不会错过，就算豁出这条命，也不会再错过这机会。老猫说道。若楚风站在了远古战族那一边呢？真龙大人问。闻言，老猫目露凶狠，那便一起杀了。